今天我们要探讨的主题是我们在婚前、婚后将会面临的财产与责任的难题。关于爱情和婚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面对金钱、身体、衰老与家庭的责任，好的婚姻要两人一起守护财产和爱。好奇一下，你们来的诉求是啥？因为特殊的事件，我们被大众看到嘛，然后接二连三的接踵而至，就是大家会带着祝福的态度说啊，原地结婚吧，你们。星星和我因为这件事情可能会被更多人看到，我们也很庆幸能有这样的机会，但不代表说我们因为这个事件结婚，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之前听到一个概念叫婚前协议，他一听婚前协议，他很紧张。他说我们俩那么恩爱，需要一个协议来框住我们吗？一旦提到了协议的话，条款是比较没温度，就是冷冰冰的。其实我觉得要聊一聊是哪种协议，对，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让我们制定协议的过程中，我们也能更懂得自己想要什么，以及自己的这个界限在哪儿。这次来是因为我以前做一些什么投资，然后被骗了。2007年马道夫的那个案例，应该算全球金融史上涉案金额最高的投资诈骗案之一。对，他是要坐了150年的牢。我那个时候刚刚怀了我老二，给我很大的压力，给我很大的阴影。我的投资就在股市，每次必输。那时候不是买什么都赚吗？我很开心，还借了一些钱。你属于胆子特大的那种，就是炒个股还要加个杠杆。因为一开始真的太顺了，哇，又赚了点钱，就那种很开心，你知道吗？之后就很惨。反正我跟我老公，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规划。因为我计划，我现在跟那些朋友也想做一些公司啊。他有自己的创业，我也有自己的创业，因为我们的项目不一样的。因为创业一定有风险，我们很想上一堂非常专业的、有温度的金融规划课。买保险就是买平安。本节目由中国平安独家冠名播出。I'm calling you。刘章，请通行。欢迎来到由中国平安独家冠名播出的《初入职场金融记》，这里是人身风险防控中心，我是 AI 智能管家小初，已接入中国平安快捷服务 AI 助手，一句话能交易、能融资、能理赔、能救急。老板先打卡。为什么我是老板？因为你是 MVP 啊。我心里面的最佳 MVP 雨桐。各位代理人们，早上好。天下第2也挺好。感谢九九，感谢九九。唐九州不会是那个每天第1个到办公室的人？不是吧？不会吧？在不在里面？不在，不在，不在。我以为唐九州是每天第1个到办公室的人。Yo, what's up？ 松弛男孩，难得的松弛啊，今天。哦，来活了。啊，来吧，我们来聊一下。今天将由你们自行进行早会。自行早会，请代理人寻找队长名单。今天有队长。哎，这，哦，来吧，朋友们。这个会议由我来主持啊，早会啊。老师好，唐老师好。笑容很灿烂呀，很满意，很满意。好，那今天的这个早会由我来主持啊。那么首先，屏幕里看到的这2张图，代表了我们今日的2组委托人，他们带来了自己的真实诉求，希望解决关于爱情与婚姻的
困惑。我们将在解决他们真实诉求的过程中，来摸索幸福的形状。来吧，朋友们，今日将任命上一次考核中2名最满意的代理人为队长带队，并分别为男方委托人和女方委托人提供帮助。优秀的风控代理人需要拥有充沛的信息库，才能更好地理解委托人的真实诉求。为考验2位队长对今日委托人的了解，你们需要抢答5道关于今日委托人信息的判断题，答对问题最多的队长获胜，获得优先挑选队友的权利。好可怕呀！加油啊！来，第一个问题，钟丽缇比张伦硕大12岁，2人在一档恋综相识，张伦硕对钟丽缇一见钟情。我知道他比他大12岁，知道他们是恋综相识的。让我答否吧。这个答案雨桐回答是正确的。Yes。哦。有个朋友问说：“你们是一见钟情吗？”他肯定不是，我们是因为一个恋综，结果呢，别人都是综，我们就以假乱真就在一块儿了啊。对，这也是缘分吧。他承认是在恋综中慢慢的相处之后了解并选择在一起。第2道题，在去年2人的结婚9周年纪念日中，钟丽缇祝张伦硕早生贵子。钟丽缇祝张伦硕早生贵子。我们直觉上觉得这个有点像不对的，是不是？这个为什么是？但是反过来我就要说是真的。恭喜你回答正确，答对积分。钟丽缇在9周年的 vlog 当中大喊早生贵子。早生贵子！他现在有3个了，都是前夫的女儿。但他和张伦硕还没有自己的孩子。希望有他们2个之间的自己的孩子。那接下来这个问题是关于康佳是王兴的债主，帮王兴还了网贷。那我说他是真吧。恭喜刘璋答对了。因为王兴在遭遇诈骗的时候，被要求向家人报平安时，向康佳提出了分手。康佳敏锐地发现了有不对劲，并且及时的求救。都答对了，现在是2比1，这一共5道题。天哪，到决胜局了。王兴被康佳救回后，曾向康佳求婚，2人进入备婚。这个是错误的，因为他们2个并没有因为这个恩情马上就进入备婚状态。相反，佳佳是一个非常理智人，认为2个人需要一个更好的准备，才可以真正的去想要怎么样的步入婚姻。刘璋的回答是正确的，恭喜。所以王兴在采访中也明确表示过，核心原因是经济压力，就是因为那个网贷还日我欠了好多钱是吗？对，至少你作为一个男人，你要给他温暖的家吧，而不是风餐露宿的那种。跟王兴合作过的女演员透露，王兴失联前收入不足208元，所以这些婚房啊、彩礼这些现实开支他是没办法支付的。好，那恭喜刘璋获得了代理人的这个选择权。输给 AK 刘璋无需自卑。其实是你先选我们3个当中一个，然后雨桐从剩下2个人当中选择一个。没被选的代理人呢，就退出了整个我们初入职场金融季的录制。这什么？那我先上个厕所，你们先选啊。我选敬业。敬业的话，我每次跟他在一块都很安心的一个人，他本身非常的专业。小九我的荣幸，我的荣幸，老师。哎呀，
没被选的代理人呢，就退出了整个我们初入职场金融季的录制。好，恭喜小九。那剩下我就要退出初入职场，自己给自己拔了个梗。我可以争取吗？我想争取999。可以啊，当然可以啊。我也想争取99。真好。因为我上一轮跟雨桐组过队了，那我这轮选刘璋。好，因为我觉得昨天我们玩游戏的时候也很默契，所以今天试试看。终于一组了。好哥们组。卧龙凤雏组。卧龙凤雏。Hello， 哇 ，Hello， 陈琳老师，早上好呀！早上好。我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金融专家柴老师。大家好，我叫柴可可。那我是在平安从事个人保险的风险管理也将近10年了。我现在也是平安浙江分公司最年轻的总监。掌握财富就是管理你的风险。陈老师非常厉害，跟你有共通之处。他是法学硕士出身，还是小翁的学姐，光华。哦，是光华学啊，对对对。所以他是法学和金融双方向是可以交叉的，他会有非常多的经验可以给到大家。谢谢老师，谢谢老师。现在呢，我们的委托人是一对夫妻和另外一对有计划走入婚姻又有一些困扰的恋爱对象。王鑫和佳佳，我是。首先，我们先来解决王鑫和康佳的问题。他们今天的诉求是要拟定一份婚前协议。我手上呢是有2份关于婚前协议的初稿，在网上有很多一些婚前有热度的内容，比方说这个财产怎么安排啊，你生了孩子怎么安排啊，是不是需要跟公婆一起住等等等等。那么这些呢，我觉得是供大家参考，但是各位要用你们的这个专业，用你们 KYC 的逻辑去做一个深度的沟通，然后再给他们去罗列出一个符合他们情况的婚前的一些协议的这些个内容。这个婚前协议模板，我可能会从法律角度里去看，说哪些条款它其实并不具有强制力的，而另一方面，我们会尝试从这些条款的约定里面去看，它到底表达了即将进入婚姻的2方他们对于这个婚姻的期待以及说隐忧。婚前协议大家听上去好像比较冰冷，比较没有温度，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正视这个东西。未来真的有变数，这个资产的划分，其实我们这个婚前协议它是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约束的。一会儿呢，你们去跟男女双方谈个半个小时的时间，充分挖掘他们的诉求，希望婚后达成的协议都能够拿出来聊一聊，聊开了，其实心里的很多的担忧和疙瘩就解开了。男女双方1人1份。谢谢老师。男方我稍微要说一下，你们这个半小时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把男方的内心的真实诉求说出来，因为你知道他们的经历嘛。毕竟佳佳救过王鑫的命，对吧？所以王鑫内心多少都会有一点就我要报恩的感觉。就是男方一报恩，如果即将走进婚姻，就会变成说那都听你的呗。这是一个危险，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风险。都听你的，对于婚姻来说未必是一件好事情，所以你们尽量的要让他把内心真实的担忧说出来。我去接他们。Hello， 丹妮姐，你好，佳佳，你好，焦老师，坐下聊。好。说实话，他俩长得真的好像。特别有夫妻相，有很多人说我们俩长得像，真的很像，真的很像。所以你看，催婚加1，你看，所以我们先解决你们的问题，你们俩暂时加入他们的男方亲戚和女方亲戚。行，男方女方你们先单独聊一聊，我把男方组现在就隔离开了啊，你们去内屋，这个屋是吧？对。你就说说你们现在遇到什么问题啊？其实说实话，我身边我认识的所有朋友，没有
写婚前协议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新，会对两个人的未来的感情的，就是这些说不清楚的账啊，对，提前上一趟保险，就大家说得清楚，所以我觉得也未尝不可，是个好事儿。是，但是我想听一下，就是你们到底是什么东西造成了你们对未来有这么多的顾虑？因为我们俩都是互漂，我们可能一直没有买房，一直租房，然后到结婚。如果到60岁的时候，万一突然有人不愿意租给我们了，怎么办？我们这是不是得有一个自己安身的地方？你说白了，就是我们首先你得有一定的保障了以后，然后再进入婚姻，而不是说，完全凭热情，然后突然一腔热血，然后先选择在一起。是你想要保障，还是他想要？我们俩都想要。我的个性是非常独立的，然后我们谈恋爱的过程当中，我也不在意说我们要怎么去在生活中支出，其实我完全不看，也不会记每一笔账。对，像这种租房这种大头可能是 AA， 但其他的都是非常随意的，就是他基本上会主动的去负担，但是我也不会说我支付了哪些我要记下来，因为婚姻毕竟是一件大事，就是还是希望说我们能够有自己的房子。他是什么？你说什么？他是什么？哦，杯子哦，他可以做什么？他可以做演戏的道具。他还可以做什么？他还可以盛水。他还可以做什么？他还可以装饰品。他也可以做烟灰缸吧？对吧？也可以种花吧？是。所以这个东西啊，它本身什么都是可以做的，但是一旦就像你的婚姻一样，什么样的婚姻都是婚姻。但一旦你说，我觉得他不装水就是不对的，他做烟灰缸就是错的，他就必须要装水。这个东西呢，就等于是你给了他确定的一个意义，这个意义让你产生了压力。我觉得他有点压力很大，其实我特别能理解，但是我真的觉得现在的社会这么卷，造成了一个压力，让你觉得我达不到这个分数线，我好像就不配拥有很多东西。也许它不是一个最重要的，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们两个之间是否能够容忍有弹性。这个弹性是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结合之后，我们俩面对未来社会的一切问题。我知道你意思，那我们心肯定是绑在一块儿的，甚至是两个人就是一个人的那种感觉。其实我们已经面对很大的困难了，我们那个时候选择相守，互相帮助，其实可以说明了很多的事情。因为相信的是你眼前的这个人，你跟他具体的朝夕相处，然后你明白他能够掏出很多自己的东西去给予对方。我哪怕我有10块钱，我全部10块给我8块，我相信欣欣也是这样的人。分析明白。但是结婚它是确实不一样，它是2个家庭了。难道我也和他的爸妈说 OK 我足够的爱你，我们的爱是万能，即使对方觉得也 OK， 我都觉得我是一个不太负责的一个表现，一个前提。哥说的这些我其实真的非常都明白，但很多情况是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小屋子是比较安心。OK 这个杯子当然他可以用这个杯子也可以装，他可以用别的壶也装，但至少不想这个水洒在这个地上。有没有什么建议的方向能够有一些更安全的保障？买保险就是买平安。本节目由中国平安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宽屏宝美看好又好看的蔡司泽瑞眼镜赞助播出。文涛在成都等你，上芒果 TV 搜动感青春派对抢4月16日成都站门票。芒果 TV 首页下拉玩综艺同款小游戏，可以去了，走。好，好啊。我们只有30分钟时间。对，你们只有30分钟时间。这边是女方组，来男方的那个。Hello。他们是男方代理人。
Hello， 来，你是？我叫刘章，刘章。对，我是李敬业，叫我敬业就好。啾啾，叫我啾啾就好。啾啾 ，OK， 啾啾好。我们是南方。好，待会儿见。同学们好。嗨 ，Hello， 老师们 ，Hello， 你们好。在你们立刻跟女方组谈之前，咱男方也打个招呼呗。Hello。小九，我叫小九。对，好，打个招呼，一会儿不尴尬。好的，一会儿见，老师。来，你们可以去那边了，半个小时啊！来，你们在这边。其实我刚才跟我聊完以后，我觉得自己没什么诉求。哎，我告诉你，没什么诉求是非常大的危险，因为没什么诉求看起来就是说，哦，那都听你的呗。但是婚姻是一个很长的事情，此刻会觉得说，哦，因为我有爱。我都是可以让一步退一步，但是如果在很长的时间里面，你觉得我退让的、我委屈的，积累到后面，对婚姻不是好事情。其实我说的不是说没有诉求，是你也可以有计划，但是给自己造一个大山去吓住自己没必要。这个大山是什么？是比如说。我一定要买房，我没有房，我的感情一定生活都会不稳定。我就说我愧疚于这个他的太太，就这种压力让他无形当中，就让他很多东西我觉得就卡住了。我想说是你们之间的这个具体的财务状况是有天差地别的，那其实不是一个光有爱就可以达成的一段婚姻。那本质上的话是一个现金流的压力吧，所以我们觉得在这个本质上的话，你对你的事业有什么规划？我想听一下。对，专业，我天哪，专业！咱聊了半小时，终于问出来了。因为我没有办法那么犀利，你看更犀利的来了，真的。因为我们的姿态是一个乙方，那我们一定是要保护好我们甲方，了解对方真正的需求，然后去给对方做一个真正风险梳理。太好了，太好了！你们一定要把诉求问出来哈！太好了，我放心了。你们慢慢，你们只有半小时，好好加油吧。很开心，其实可以跟大家聊聊，就是具体的一些真实的诉求，然后有什么意见的话，我们都可以一起去讨论。好的，没问题。我们今天来帮你争取的，帮你们来争取东西的。明白，就是我觉得从情感上来说，对对方已经就是觉得很认可了。但是呢，对于婚姻我又是非常理性的，我要做好进入婚姻的准备。我到底需要哪些对于女生方面更加有利的一些就是协议的部分？明白。那我想稍微先了解一下，比如说婚后会发生的事情，或者经济上的事情，或者感情上的事情，就是最担心什么？其实目前比较担心的是经济上的事情。以前我做广告嘛，就是也是每个月按时领薪资的那种，所以其实每个月有固定的进账，然后而且还确实能存下钱。但现在的话，其实也是有一些浮动了。你现在有买什么理财产品吗？买过呀，之前买过基金啊，也是跟着同事买的呀。包括那个哥，然后还有星星，他们都在股市上大跌一跤。炒股都赔钱，就这个事儿，我真的想不通，我太想不通了。就是我还特意看了好几本书，突然发现家里突然多了几本股票的书，就是一顿知识输入之后也是一样的结果。所以你有建议他说我们还是不要就是？我没有建议他，因为我知道数额不大，就是你试试看也可以。对，因为像就是佳佳和星星，你们都是属于一个比较可能波动的行业，你会担心这部分的收入是不太稳定的吗？说实话，我对自己不太担心。但是从星星的角度来说，他还没有就是没办法存比较足量的一个钱。准确来说，就是我觉得风险可能他会多一点，就这块的。所以就是我其实并不担心我自己这一块。
有没有扇子什么？我一会儿给他不用，完全我让他去点汗。其实对于我自己的职业规划来讲因为我们的职业是比较被动的。想着被动的情况下，尽可能的主动出击，就让更多人看到自己有1到2部小代表的人生角色。至少这是我的目标之一。其次也会涉及到我第2个问题，就是那我如何投资自己身上和储蓄自己现金流上做出平衡。我的女朋友佳佳她是非常非常优秀的，她之前做到了全国最年轻的广告创意总监。那他也有自己的事业去蓬勃发展。我们在这个当中，爱情、事业和甚至婚姻中，怎么样做出这个平衡点？这也是可能会衍生出来的问题。我想问一下，你们有一起探讨过这个问题吗？有啊，当然有。你有什么，比如说我可以做好这个结婚的打算了，你有没有这个具体的量化的目标？其实我这个我还刚好在来之前我就表达了，我就说如何在收入不稳定的这个情况下，让自己稍微有稳健增长的。是，但这些都是比较。对，我觉得我们可能刚才九州的意思是说，比如说我们有没有大概一个数字的区间，它可能不是说特别精确。比如说我想要一套房，现在这个阶段可能你们2个沟通过以后，你们现在想要的这个目标比较具象化一点，我觉得目标是可以谈的。这么来说吧，就比如说，就是我们现在能负担这个房子的可能30%，我们2个人但是我们不太想让自己那么的吃力，且因为不太稳定的收入的状况下，如何能让这个30%变成60%，就是我们俩的状况。你的表达现在有点抽象。其实当时我们在跟鑫哥聊天的时候，可能我也理解，就是第一次对外去交流自己对于婚姻的想法，其实会有一些顾虑。其实我很理解王鑫，他目前的资产是没有女方充足的，所以他能够为这个结婚做的准备肯定是不足的。你既然选择要结婚，那你婚前又给不到女方足够的保障，那你肯定这个婚前协议要给到对方更多的承诺，更重的承诺，这个是我们能够让女方更觉得有安全感的一个方式。我还想了解一个事情，什么事情会让您觉得您准备好了，就是能够接受婚姻这件事情？所以其实本质上来说，我觉得还是因为物质准备不够，这个可能是一个核心原因。明白。因为之前有了解过，其实你有帮他还一部分的。我没帮他还，是他问我借钱了。他问你借钱了，然后相当于拿你的钱去还了这部分网贷。其实不是用我的钱还，是他用自己的钱还的网贷，但是中间因为还了网贷，导致他的这个有一些资金的问题，所以中间有问我借过钱。当然我跟他开过玩笑，我说记得打欠条，他当场就拿出纸要写，就是他是非常愿意写的，但从我的角度来说，我没必要盯着你，对，我没必要盯着你完全签字儿这种。他没还是因为他没攒够，还是就觉得说咱俩都这样了就不用？没攒够，到现在都没攒够呢。其实主要是因为我们俩日常开销基本上大头在他目前，所以他相当于每个月支出也比较大。那就等于他没出去，如果这钱都没还的话。就是我觉得可能是还是有一点的，但可能他觉得现在马上，因为我也不迫切嘛，我是有自己的储蓄，他可能觉得也没必要马上去赶紧还完，导致他自己又很拮据。如果你们想在上海买房，首付各一半的话，这事儿咋办啊？就你按照这个逻辑，你搞不下去啊。但万一那个还贷期间他的收入依然不稳定的话，就很现实啊。然后呢，你能接受的底线是啥？依然不稳定。
就还贷需要你有稳定现金流嘛，对吧？假定那个时候依然不稳定，你的首付已经进去了，很现实啊。所以你能接受的底线是啥？所以其实我就想说，我们为什么现在还是不结婚，就是因为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个我们俩共识的数额，作为这个婚姻的入场券吧。我觉得现在还差多少？我没有特别的去算过，但我觉得应该50%-60%以上吧。这个50%，按照你们目前的收入，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这个很难说，因为我们现在都不太稳定。我认为婚姻需要更多的财务的基础安排，因为物质的安全感无非是家里2个人共同创造嘛，谁的能力大，谁就多创造一点。但是奠定一个人心理的安全感，这个很难替代哦。时间到了，来，你们出来，我说一下后面的那个安排。你们聊得这么愉快啊，他那边湿透了好几遍。对，我湿透好几遍。什么汗流浃背了吗？啊，然后那个我们坐，我们男方站着就行。我们马上就要开始那个会清酒了，因为就双方讨论，就我有什么条件，我有什么底线，我的诉求是什么，希望婚后达成的协议都能够拿出来聊一聊，聊开了，其实心里的很多的担忧和疙瘩就解开了。我特别怕会清酒变成法律谈判现场，就是咱还是希望人家走向好的方向，所以一定要轻松一点儿。那你们去好好准备准备吧。聊一聊，咱俩先。啊，对，我觉得我是觉得吧，就这事儿，我觉得他们情感已经是很真实了，只是像今天我就跟鑫哥他聊的时候，就聊到女方的一些需求的时候，其实他可能没有说你很明确的指出说那个需求具体到物质上。宝宝们，我很担心你们就是像那个张老师说的，后面就变成一个法条列出来。不会的，他太被动了，因为他没有婚前过多的资产，所以其实他没有太多的担心和顾虑。没错。但所以你们的点可以是这个，就是我婚后可以做哪些安排，做哪些规划，就你婚后未来可能产生的收入，我做哪些安排规划，可以给就是你的爱人去做一个保障。所以关于协议的内容的安排，其实你可以去考虑婚内的一些。老师说的是这个思路是对的，其实我们需要拿出条款，我们需要拿出我们的态度，这样我们才能谈判。这个东西要不要写下来？当然要写进去啊，当然要写进去啊。即便是他理想化的一些场景，那这些都是我写在协议里。如果我要没有达成，你女方是可以拿着这个协议来找我麻烦的，就最终就有时候有道理。对啊，那不就是也在保护女方，也在保护男方吗？他能够为这个结婚做的准备肯定是不足的，所以我在梳理的时候，更多的是谈我们能给到什么，然后给到的这个东西一定是他现在能看到的，或者能预想到力所能及的。然后我也想让对方看到我能给到的承诺。这样子啊，你们其实现在还有一点时间，可以再去问一下王鑫关于这个协议的一些内容，就是你们想直白的问，直接问。对行，那么走吧。老师，你有跟他聊过征信的问题吗？征信，他们有看过彼此征信吗？征信啊，征信可以看一下呀。因为他可能会有一些隐藏债务，对，如果这个隐藏债务他们婚前不知道的话，相当于婚后之后变成双方共同债务。这现在就一个王鑫就一个车贷嘛，那就征信看一下，不是说怀疑对方，只是说这个更清楚。而且我们还不知道他有没有就是给别人那个兜底，那个人叫什么？担保，对。就是以防万一别人买了用他的这个名字，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之前的经济情况怎么样，可能会很好，然后有个朋友怎么样，有可能他给别人当了担保人，有道理，就是可以看征信报告看有没有隐藏的债务和担保人的问题。对，所以其实就是3个方面，就是债务、资产还有收入，那分别就婚前跟婚后的一些情况提前做一些安排。鑫哥，我们再聊一个比如说我们说最极端的情况，
我们可以提出我们的一个可让步的底线。假如我们2027年结婚，那我们在2030年，王鑫应该就是达到一个大概什么样的这个资产能力？如果达不到的话，那就不得不净身出户。我就拍案而起了，你能说这话，我真的好生气。我们就举个例子，我们当然大家不会这么去写，但是这个通过跟你的沟通，我们知道一个你的底线。这个等一下的话，我们沟通中一些你不方便说的话，我们才可以作为你的毒舌去帮助你做沟通。哦，我想的是，如果真的一个事情都不是50%，可能是80%甚至100%，50、20、30都可以。我觉得他不太理智。我觉得理智一点的话，首先啊，你要保证你至少1到2年生存的能力，是，而且我们要看孩子归属于谁。你看一个人照顾孩子和2个人照顾孩子是不一样的，一定影响工作。那被影响的那一方，我觉得多拿一些是正常的，对吧？我觉得只要在合理的范围内都是可以的。专业真的。所以你觉得有什么任何就是向你提出的条件是在最坏的情况下，你们要离婚要分手，你所不能接受的条件是什么？就孩子这个问题，我是就是不可能说那么绝对的，因为爱来什么都给你，没问题。但是什么彩礼、嫁妆、不闺房这些是完全好，这不是你的底线，完全不是。我们在最开始就意识到，我们的这个委托人他本身并没有一个婚前需要被保护的太多的内容。第一，他本身没有太多的婚前财产；第二，他甚至就是欠他的女友一些这个金额。那在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去表达太多的需求其实是很弱势，其实也没有太多的必要，是因为他确实很珍惜这段关系。所以我们主要采取的策略就是要提醒一下他，他其实应该存在一些具体的底线，反而是保护他们的婚姻的。就针对刚刚这个内容，如果你带小孩走，就是你觉得你能接受自己拿多少的资产比例？不是为我自己，我要为孩子的话，我肯定要更多的去争取的。2个人都是就是回归到这个单身状态，但是都没有孩子的情况下，你的底线可以降得偏低。对，他的婚前资产还是他的，然后同时在这个你们的共有资产中，就是超过50%的份额是他的，你完全能够接受？能接受，绝对可以接受。好的，可以的。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2中午12点双更会员抢先看。打开芒果 TV， 搜索芒果勋章馆，完成初入职场勋章任务，解锁多枚专属限定勋章。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4K 更清晰。开始会清酒了，准备上去了。好。Hello， 我作为介绍人，我布置的现场，哇，让你们提前感受一下。不愧是我这边的人，帮我想得好周到，很漂亮，还有名字啊什么的，很用心。既然我们要分男方组和女方组，你们俩暂时加入他们的男方亲戚和女方亲戚。行，那 AT 姐你加入女方亲戚，姐行啊，叫我雅雅姐就好。雅雅姐，然后你加入男方组。好，那个要不升个辈分，合适吗？小叔都可以，叫叔。啊！我长辈儿了，就是开玩笑，这是你主要是为了让他叫叔的呀。我说实话，我慌。舅吧，舅替妈妈操心的，对吧？好啊，你是他的小舅啊。好，我的身份得相对比较中立啊，就算我是你们的介绍人好了，我的名字就会改成张小怡，就是你们俩是因为我认识的啊。Hello， 哇，这太用心了。会清酒，通过这种方式把双方家庭的财务共识统一，让协议更有约束力，双重保障婚姻财务安全。你们坐吧。王鑫和佳佳今天会清酒啊，作为介绍人，我也特别荣幸啊。然后呢，把他们俩走到今天的路程，我们变成了一张
哇，还有这个！天哪！哇！我看你们的猫啊，我们有2只，好漂亮，好可爱。每一张照片都是他们来时路的一份珍贵记忆。我们一边吃饭，一边聊一聊。小姨作为他们的介绍人，还是希望说，就是目标是幸福。为了幸福呢，咱们把有可能会婚后造成不幸福的事情先拿出来说明白了。对，来，咱先举一下杯。好啊，先吃2口。祝大家吃好喝好，甜甜蜜蜜，幸福哦！谢谢，幸福加倍，超级加倍。先吃点好吃的，多加点，给自己分泌一些多巴胺啊，这样有利于后期的聊天。第一个是关于车是吧？这个可以看懂吗？这个你可以看懂？看不懂。来吧。好，那我跟你讲，资产首先是车。新哥感觉像有一点点那种 I 的感觉。对，你看我就说我内向嘛，他们都觉得我像 I 人。但是实际上你是艺人，他是会在海底捞主动拿起话筒唱歌的人。真的？哇！话筒。这我们是海底捞干嘛？我只在海底捞唱。要不你喝点汤啊？我刚给你弄点，让你太干了。我吃饱了，吃一把狗粮。哇，好贴心！哎呀，别你没有，他其实日常就是确实是这样。话说都恩爱成这样的那个婚前协议，你觉得特别有必要吗？我其实觉得重点是避免一些风险就好了，就是不是协议是否要列出来条款，我觉得不重要，就是还是要达成共识。我觉得达成共识特别重要。要不我们就从放在眼前比较难搞的部分开始，先说说房吧。先挑难的。对。我自己的感受是，关于买房的话，首先我们都比较希望能够多一些首付，然后后期每个月的压力少一些，所以我们先要存一笔能够重首付的这样的一笔资金。OK。之后的话，首付上我现在比较充盈，然后我就去投入多一些，那另一个人就要在后续的还款上面投入多一些，有一些动态的一个调整，这个是我目前比较认同的方法。这个共有的房子的份额咋算呢？如果是我在多的情况下，就是我出的比较多的情况下，我是愿意一半一半。但他如果出的多的，肯定是按照他多来算。你的钱是他的钱，他的钱是他的钱，是一样的意思。对。你们现在显然就这个储备金还有距离，对吧？对。需要多久？因为他说他想2年结婚，所以这2年内能达到还是不能？我有信心，应该是能达到80%、90%，因为我们现在非常清楚彼此的收入状况，然后大概心里是有数的，所以到了就可以结，是这意思吗？对，是的。那万一这笔钱存不到，那你有2种解决方案。第一个就首付低一点，首付个20、30。你就觉得这事儿也 OK， 我们也能结婚，还是推迟婚期？我会选推迟婚期，就是不到50就不结。我就是这个50，不是说我非得这个数字存款是这个数，就如果2年后我们开了一个公司，进入了稳定的状态，能够保证我们接下来1、2年状况应该还不错，那就可以考虑。但是如果说创业也没有创出什么，然后事业也平平无奇，那这个状态下我不会说那我们就非得把这个房子买了，我觉得这个倒没有太大必要。如果推迟婚期到2年以上，你自己有诉求，你的父母其实对你也有希望，对吧？所以到了2年那个时点上，你的选择是愿意陪他等，还是你会扭头走？
这个我们俩其实已经非常的一致的，高度一致的，就相当于我们必须要有护城河。我们这个护城河不单是我们的婚姻，是我们对未来的一些规划。明明知道你没有做好准备，非得要硬上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不理智的做法。这个我们俩是商量好的。我觉得你可以真的是要辛苦一点，就是少点去外卖呀，可以少点去旅行啊，少点喝8+1啊，少点去 KTV 啊。8+1还押韵了，8+1 KTV。不好意思，我有那个直播那个，就少点去应酬啊这些。明白，开源节流。现在我们就是一个比较理智的问题啊，就是你们把所有的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前提，你认为80%会因为没有房子而两个人不幸福？没有觉得说没有房子会不幸福。一，我们不太会有存钱意识，然后二，我们对待投资更是一窍不通，所以在这些方面都做得不咋样的时候，房产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简单直接并且我们刚需的东西。或者能不能这样？因为你们的核心是资产，就是可能要有一个比较大规模，或者是比较有一个确定的资产，可能会让佳佳更有安全感。那我把这个资产的形式标的换一个，我不用房产，对，我用其他的方式去替代它。其实最主要是你们前期的这笔钱是你们未来的风险的这个抗压的能力，因为现在来说，租房的成本其实低于买房的成本。尽量让你们婚后没有太大的负债，让你们轻松。也就是说，租房可不可以是结婚时的状态？佳佳可以接受吗？你可以接受吗？我能10%接受，能接受，你可以说。我能接受10%，就是我有动摇。可能我对生活的这个质量跟舒适安全感有更高的要求。我们最近一套房其实是租的空房，我们已经尽可能的去打造成我们自己的想要的生活的状态，但我觉得还不够。对，这个就是我们租的空房，里面是没有家居的。所以它除了作为资产之外，也给你带来装点加幸福的这种安全感、情绪价值。情绪价值是占很大，然后也是我的一个想要的目标。那如果有个这样的，我的一个设想啊，比如说一部分资金我们买房，比如说10%，一部分资金我们作为男方，对吧？我们拿一些钱，我们给大家买个保险。其实这个东西也是一份保障，就是其实最需要的是保障。对我来说，保障跟情绪价值以及我的生活目标都很重要。我觉得房子是给我能量的一个地方，因为我是 I 人，我非常需要一个聚焦的私人的能量场。自己的房子对我来说也是跟我共同生长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伙伴。这个就是我看中它的原因。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小屋子是比较安心，我们可以共同把它当成是一个梦想也好，港湾也好，一起去让它变得更美更好。就是你现在还是觉得这个东西它是一个保障，但对他来说，这个东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他们要购入、他们要用的东西。而且我补充一点，如果他们未来有你们共同抚养小孩的打算，不可能说我这个租房子，因为随时有可能被这个租方收回，然后你们要根据小孩的比如说教育学习有变化，那可能还是有一个自己稳定的房子会更加的舒适有安全感一点。雨桐也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这个是我的一个需求点。当然，我是觉得在资金充足的情况下，这一定是最优的选择。他们现在又在适婚的年纪，而且在一起的5年了，感情也很好，很稳定。我作为男方家属代表，我也希望他可以早早的有一个自己的家庭，对吧？然后，我小舅舅眼里含着泪跟我说的，对，有自己的孩子，我觉得这个作为父母方也是一个非常正常的。是在干嘛？按摩头颅，没搞定那个房子，你现在说那个孩子，就我们先说第一步，是这样子，他们没有说现在就要买房，他们是立了一个2年的这个目标，能达到就买，达不到的话
再说，不要现在我们就定2年后，我们达不到的话，非得干什么？我们作为这个风控代理人，我是不会把自己的3观强加于客户身上，而是看客户想要什么，那我只会支持。你们要对抗的风险。你是南方区的吧？对啊，但是他们2个都想要一样的东西啊！你是在催婚呐！我是舅舅，你知道吗？作为舅舅，你做的非常对。对呀，我就确实，我想让他们赶快结婚生子，安安稳稳，对不对？我们那个年代拿这个水壶就可以结婚。我们的客户是新哥，不是小舅舅。是小舅。啊。我想确认一个事情，就是现在想买的房子是看好了吗？没有。所以我想知道，就是有没有一个心理的预算呢？就是到底要多少的范围？有预算，就是大概上海万环左右的那个位置的房价，我觉得得有100，就是至少有2室。如果你们不在上海买房子呢？比如说在苏州。或者离上海很近1个小时车程的地方，可以买一个大一点的，但是压力也没有那么大的。我觉得这个是另外一种选择，就是我从来在生活中不会选择妥协，就是不会退而求其次，就是我们就希望有上海的生活环境、生活状态。咱们说就是讲说我们要买个房、买个车才是结婚的基本条件，所以我觉得感情完全跟这个应该是不挂钩的。但是我特别能理解你们想要的是安全感。我非常同意，就是感情跟这个物质这2个东西不是深度绑定的。同时，我觉得它不管是时代也好，环境也好，它可能是那个时代下的一些生活习惯。但是现在更多的是，我们正是因为知道自己要什么东西，所以我们才会做这样的一个评估。包括其实我们反而觉得，就当下我们其实爱情也好，感情也好，我是非常非常满足和知足的。是的，就不是因为这个婚姻，然后包括这个房子带给我的安全感，安全感是来源于现在我们的关系，我们的相处模式。其实我的想法很简单，我特别担心这些现实的物质的东西，把自己最好的年华和最珍贵的爱情给耽误了。我想再补充一点，因为其实刚才佳佳已经把她的底线比较清楚的表达出来了。查了一下，这个50%以上首付的话，可能也是一个100万级别。那其实我们现在解决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在2年内可以尽快的完成这个储蓄金的储备。因为您现在包括和佳佳的事业都在上升期，那我们可以趁着在这2年的时候，我们努力工作，然后把这部分作为一个资产，我们把它储蓄起来，20%用来投资理财，股票或者说不太擅长的一些高风险的理财，我们可以减少这部分的比例，然后我们通过一些更加稳妥的保险产品也好，还是说一些稳健的投资产品也好，帮助双方2位更快的达成这个储蓄金2年的目标，而不是说我们直接把佳佳一个底线给它否认掉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更好的方式，也是给男方的一个建议。明白。希望你们那个2年之后这个增持能成立啊！我们加油。谢谢大家，先干一杯。对，我的汗都出来了。协议的第2部分怎么着？是你们先提还是你们先提？他们双方虽然没有现在非常明确的核心矛盾，但是因为他们可能不了解未来婚姻里面会有什么样的风险，那其实我们作为女方的代理人，我们是需要帮他梳理清楚的。那我先来代表佳佳讲一下我们第2条部分，关于债权债务的部分。其实我们有之前了解到，你们在婚前是有一笔借款的，这边是希望我们可以在婚前可以明确这部分借款它的一个归属的时间，还有偿还的方式。以王心凌的感情，你们是肯定可以接受这一点的。当然，对，其实没有什么分歧，我们只是就是更明确这一点。对，然后还有一点，其实想在婚前提醒2位的是，可以去看一下双方各自的一个征信报告。因为确实你们感情是很好的，这方面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我们可以去预防一些隐藏的风险，比如说隐形的债务，或者有没有在无意当中成为了别人的担保人。那这个也是之前小九提到的，你可以。有很多时候我们也往往都会忘，比如说有经济情况特别好，或者我们手里的现金流特别好的时候，我们去跟某人保证我们可以当他们的担保人，婚后之后变成双方共同债务。
还是希望大家在婚前能把这件事情就检查好。对，这个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事情，除了债务以外，我还希望大家可以明确一下个人的资产，后面如果有共同要使用的话，就会分得明明白白。明白明白。同意，这个同意。那我想问，就是那这个东西是和那个婚前财产公证是有关系的吗？婚前协议里面其实可以就通过把这个资产梳理清楚，比如说我个人的资产，你自己的房产，你的车子，然后你的存款就归双方所有，这样子分割开。这样也算是。婚前财产公证，反正他们俩都愿意嘛。对，愿意。那咱说点细话啊，就是比如说彩礼啊、嫁妆这事儿怎么算？就是我在合理范围内，然后同时能够，我觉得在我们的小家的基数上，我有一个合理的数值，然后我提给他，他 OK， 他家人也 OK。归谁呢？就比如说彩礼，对吧？他这边给到你了，进你的个人账户还是进你们的小家庭？这个我们也有讨论，就是我自己个人认为是陪嫁的钱，包括这个彩礼钱，我是希望能够是我们共同的，就是家庭基金的，全部进家庭基金，不给自己留点儿？不留，因为我不需要。大女主发言，大女主发言，我不需要。哇，大女主发言。女方还有什么是有担忧的，希望婚前谈一谈的？我们可以来到家庭责任的部分。刚才其实有讲到双方的一个养老的需求，比如说因为双方现在都是自由职业的状态，按照双方能力肯定也是一个很美好的愿景，只是说我们把风险先放在前头。比如说在双方如果极端意外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其实有一个专业性的建议，就是我们可以把寿险的受益人填给对方。这样的话其实可以起到一个，如果一方有极端意外发生，那双方的父母养老都是有一个合理的保证的。这个我们补充一下，就是鑫哥他考虑的非常周全。我们今天在那个洽谈室里面聊的时候，其实不单只考虑到对方，我们已经考虑到佳佳的父母以及鑫哥父母。如果我站在女方的角度，父母那一辈的一些赡养啊，可能会考虑到里面。肯定会帮忙赡养对方的父母的。比如说，我们为夫妻双方去购买一个人身相关的保险，但把受益人定为对方的父母。但你来去支出这个费用，我觉得这是好处哎。你不要天天在那说甜言蜜语嘛，我给你看我是怎么做到的。这个可以，因为赡养它本身是一个法定的义务，它可能不随你的个人意志转移，所以如果有时候我们能落到一个保险合同上面，那可能它就更加直接的能给你直接一个保障，就我们很有诚意。这个是我比较意外的，因为他那边是提到了就是对我父母的保障，并且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写对方名字或者父母和对方的比例去分配，这个我还是蛮惊喜的。我觉得这个真的挺重要，因为现在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他就独生子女。对，那父母不就是靠对不对？那也会担心啊。父母，你们这个是达成一致了，对吧？那娃呢？就这事儿特别容易出矛盾，所以双方的诉求是啥？你要问本人，聊过吗？聊过，是有未来有可能生育孩子的可能性的，只是说现在没有办法确定是具体哪一年。所以其实我们也是希望婚前，因为说不是我们聊钱就伤感情，反而是把钱聊开了，你们双方可以在婚后因为这个东西更好，不会被它所影响。但这个其实我其实是想听一下你们的建议的。其实我觉得这块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然后很多的女性她都会去面对。一个非常简单的就是说，我可能真的是短时间的1-2年内我是没有收入的，我还要付出很多的时间，然后精力，然后包括身体的状态都是投入进去的。那在这种状态下，怀孕的新手妈妈们，她们怎么样去给自己一个合理的保障？我特别理解佳佳对生育的那种担心，就那个担心不仅是我在生育的那一刻是否得到了好的照顾，而是比如说我在家庭里我的主导权，还有收入，我会不会手心朝上？我问一个直接的问题吧，婚后你们家的财政大权会在谁手里？
我是愿意交出去的。彻底到啥程度？其实现在我的收入，佳佳也是知道的，基本上非常的透明了，然后我是愿意给他，然后让他去做支配，这样我可以到这个程度的。哎，我告诉你啊，家里有好几种花钱的方式，我给你们列举一下啊。有的家庭长这样，叫咱们彼此信任，但是咱们彼此的钱在自己的账户里，该花就咱们按照那个默契和彼此信任就花钱。第二种情况呢，就是你有你的账户，他有他的账户，然后你们有一个共同账户，说好了啊，说每个月往里存多少钱，然后咱们彼此的开销就往这里出。第三种方式就是你留点零花钱，剩下的钱就归一个人管啊，这就适合那种有些人不爱操心家里的钱。你们家你期待哪种？我感觉他都无所谓。对，可能主要听听佳佳的意见。我其实比较倾向于第二种，就我各自有各自，然后有共同的这个。我其实想补充一个点啊，就是其实很多时候，包括影视剧或者什么，就是有一种爽感说，钱的大权在女生的手里很爽，然后觉得你家全部上交。但是其实事实上，我自己觉得，女性管钱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需要花心力的。当然了，对，就是他好像看似我把财产大权交给了你，好像这个家你说了算，但是说了算的那个人，他其实是要付出更多的责任跟心力。我不想，因为我觉得我做不到，就是一家之主的那个座位。我觉得好清醒的爱，真的就是你感觉的这个爱好浓烈，但是它同时好清醒呀。这里面就说到，就是如果是生育期间，他又是休息的状况，那个共同账户可能就得主要靠你。这事儿咱得先说清楚啊。是的，这个没问题。我再做一个相对极端的那个假定啊，就是假定宝宝有了，事业心依然爆棚，咱俩讨论一下，说谁看孩子。说那个，要不你歇2年看孩子，你 OK 吗？2年吧，就很现实啊。等2年，那个对孩子差不多才能上托儿所。就完完全全0%嘛，就是什么都不干，只是带孩子，是吧？就主力带孩子吗？Yes，只要他说。你想了好久啊，所以你的犹豫的点是因为我的羁绊，我可以一会儿跟您说，就是就其他方面肯定要考虑的事情。但是我不 OK， 你不 OK 的点在？我不 OK 让他2年完全不动。我觉得可能是佳佳对新哥他的爱的一个期待，也是你会希望看他发光。爱的期待是我希望他有更好的事业的发展。我是完全了解到他对于演员这份事业的珍视，以及他对于每一个机会的重视。这也是为什么他之前可能会发生那样的事情，也是因为他太想要这些机会。那如果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还要，就是让他再去放弃的话，我代入了一下那种感觉。我觉得是，但凡你真的很热爱那个东西，确实是很难当下就说是或者不是。我觉得婚姻和谈恋爱最大的区别是，婚姻它好像在经营一个团体，你知道吗？就像我们每天都在处理的事情，不只是我们的事情，很多是孩子的事情，孩子的情感问题、学习问题、健康问题，所以我们就是有一个默契吧，就是其实我们是一起在为这个家庭出事情，就不会说，哎呀，你的多一点，你的少一点，对吧？大家就是互相的。对。我觉得在这个婚姻当中，我们其实是彼此承诺。我们今天其实讨论一下，说我们有什么婚前的约定啊，就是为了把内心的恐惧、内心的担忧，以及我用这种行为来爱你的这个方式都说清楚。我觉得说清楚之后，彼此就特别安心，对吧？对。但其实维持婚姻的这是一部分。特别重要的还是就是你先得是一个自我价值确认特别好的人，就我能够确认自己的价值，然后我能够看到对方的价值，
这才是婚姻里最稳固的东西。是的，是的。对，所以来，你觉得佳佳身上你看到的最闪光的价值是什么？我永远都不会变的，它的价值就是它的性感的脑袋，性感的脑袋。他脑袋性感在哪儿？哎呦，我其实一直在我一直在自己悄悄的给他写情书啊，我不知道，悄悄写情书是啥意思？情书不给的吗？自己偷偷看，就是一些生活中的点滴，比如说他性感的脑袋瓜体现在有的时候他是我的心灵导师，一些我心里过不去的一些纽带，和他聊个大概10分钟，忽然就找到那个线头了，解开了。再比如说，他永远的可以让我在瞬间，电量持续偏低的时候，可以让我用他聪明性感的脑袋，让我瞬间充满电，然后瞬间可以想到更多的可能，就是太多了，这都是价值。你觉得他身上最大的价值点是哪？最大的价值当然有很多啊，他是一个善良、上进、自律等等，但我觉得最大的价值是他是一个情绪极度稳定的人。这个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为什么我们一直没有吵架？主要是因为他脾气好，就是我觉得，就是任何时候他会比较谦让。攒钱买房吧，孩子哈。好，咱整理一下，你看我们最后达成的婚前的那个共识到底有哪些，对吧？那我先说，然后你们两个帮我做一些补充吧。其实总体来说的话，会觉得两位就是在婚前一定要去做这个法律上的提前界定的东西，并没有很多，因为看到两个人还是有很多的共性的思维方式，然后也很愿意提前把这个小金库为了未来的婚后生活去做准备，对不对？那我们一条一条过，我们确定的信息，房产如果是新哥出了钱更多，那新哥愿意变成55的。然后如果星星少的话呢，就是实际上的佳佳吃的这个产权更多，新哥是完全 OK， 这是我方诉求嘛。那么具体的是你们两个后面去做。诉求是多给你点，是多给一点是吧？那你们俩聊，我感觉你要什么他都给你，你要的全拿走，你要全拿走。再说到收入，是希望就是有一个自己的共同账号，然后双方还有一个自己的小金库，可能做零花钱。怀孕类的特殊情况，按现实情况，它是一个流动性的处理。那具体的情况，比如说佳佳想要就是维持在一个工作岗位上，那然后就是出现了一个星星必须要作为一个家庭主妇的情况下，星星这一侧的这个主张是他可以接受去做这个选择。我这边做一个小小的补充，就是刚才我们聊到的对方父母的这个保障，然后星星这边也是愿意说，在我们的寿险以及说刚才提到的各种意外险上面，可能也会做一个比例的调整，然后这些我们都可以下来之后具体的去协商。在会醒酒阶段的话，其实我们按照我们上午 KYC 的结果是说，听女方的诉求呀，在这个前提之下，看我们去尽可能的帮新哥去规避一些风险的同时，来表达我们的诚意。那我们这边是为了佳佳老师的一个梳理，第一个是资产的事情，这是房子，未来会买的房子，女方这边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就希望这个房子是100平米以上。如果女方这边首付是付的更多，希望月供男方是能够付的更多，或者来主责任这一块。债务这一块，如果现在还有保留所谓的记录的话，我们还是保留出来。然后女方希望就是在婚前能够完成把这个债务就是处理好这个事情。下一个是关于账户的事情，目前希望大家个人的账户在婚前确定好自己的资产，然后婚后呢，个人的账户如果赚到钱的话是属于归个人的，然后定期把钱存在一个公用的账户。对，但是要提前约好比例。小九梳理完资产的部分，然后我就是对金融产品还有他们可能未来会建立的一个消费安全的账户做一个补充，我就简单总结一下，是双方可以配置的一个寿险。其实也非常希望王鑫可以帮我们佳佳买一份女性生育的保险。我觉得雨桐有帮我提到，希望星星能够帮我买一个生育险。
这个我觉得是站在女性的角度有更多的保护，她帮我能够想到这一点还是很周到的。同时我觉得可能作为她是一个女孩嘛，情绪价值上我觉得还是很到位的，就是会觉得很亲切。两边现在都已经基本上把你们的这个诉求都说了，是不是现在你们双方是达成一致意见的？这里面没有分歧了，对吧？没有了。婚前协议，我觉得我不是抱着来写一个白纸黑字的目的来的，更多的是我们如何在后续去规避风险以及去达成共识，这个是最重要的。我之前就是只是在影视剧中听到了婚前协议这四个字，条款是比较没温度，就冷冰冰的。那经过今天完了之后我是觉得这个协议是有必要在的，双方一起讨论更像是一个更好更负责任的表现吧。婚前协议最重要的作用其实是双方提前达成共识，就是结婚最怕的是走进结婚大门之后，你会发现说到底要怎么花钱，到底要怎么挣钱，到底要怎么攒钱，这3件事情两个人的想法截然不同，它不是为了惩罚奖励，它就是为了共识。哎，星星，你们会考虑蜜月吗？蜜月肯定要考虑啊。蜜月打算去哪里？要出国吗？肯定要出国。你们现在对于出国还有顾虑吗？我觉得肯定是有一点的，毕竟人生地不熟嘛。确实啊，家人出门在外，亲人盼平安归来，父母独居在家呢，儿女又盼平安无事。平安可以说是全人类永恒的追求，特别是在陌生的环境里，大家还是需要一份安全感的。是的，那柴老师，您有什么靠谱的方法，可以推荐给大家的吗？哎，当然有啊！我们中国平安在近期呢，也推出了全球急难的救援服务。打开我们平安旗下的 APP， 比如说像我们平安金管家、我们的口袋银行以及我们车险客户的好车主等等，点击 APP 屏幕的左上角 SOS 即可一键呼叫平安全球急难救援服务了。那我们平安后台呢也会秒级响应，有专人专案跟进，无论是在居家、户外或者是境外，无论是突发的疾病、自然灾害还是意外伤害，覆盖到233个国家地区，平安可以为你提供分场景的上门急救、陪同送医、医疗转运、应急资金、失踪搜寻、平安撤离等38项的急救服务，为你保驾护航，提供7乘24小时的全程守护。哇，那所以其实提前安排好出去才真的会踏实一些。对，无论身处世界的任何角落，无论何时遇到紧急的状况，平安始终在线，随时响应，用专业守护大家心中的平安。哇！我听说你们还是有一个非常神奇的功能的，就你们俩不需要语言沟通，靠一个眼神，彼此是知道对方要什么的。所以你们现在需要做一件事儿，就是彼此用眼神交流20秒的时间，然后最后你们要告诉我说，这2组代理人，你们俩共同更偏爱哪一组？谢谢。你们这是什么？我就在这放点这个。哎，3、2、1，开始。不需要20秒，我觉得。哇，已经懂了。我写出他的答案啊。那你们写吧，来，你也写你的。这是我看到他的答案啊。所以他的答案就是你的答案，对吧？对，他就是我的答案。来，你们现在说吧。好的，你们的5秒钟沟通有效。他们认为赢的是孟雨桐组。哇，谢谢队长，第一轮。但我要解释一下为什么，就是我知道他最终会尊重我的想法，然后我肯定会站队我的组员，所以他为了尊重我的想法，他一定会填我这边的组员。也就是说，当然你们也很棒。也就是说，无论如何你们都会输哎。没有，我们承认这一轮他们表现非常好。你们输在了哥的偏心。哥对你的爱。对，哥对我的偏爱。我们多么希望那个各种夫妻在婚前去商谈共识的时候是有这么一个场面，那剩下就我们给你们俩鼓掌。好，谢谢。
谢谢大家，谢谢，该抽到了。对，然后各位稍微休息一下，我们下一个集合的地点在会客室，然后我们就要开始给姐和姐夫出发了。深夜灯还亮，时间静默成江，迷雾里有导航，独行也不慌，让承诺能成钢，给风险做减量，年轻的旅程通往从容的远方。清澈如灯，爱是归航，破浪甲方安然向阳，规划为营照亮迷茫，青春作伴不负双亡，让未来见证这守护的力量。当变数轻轻扣撞，时光漫过手掌，一直温柔守望，换未来晴朗。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关注节目官微初入职场金融季，解锁更多独家互动和幕后花絮。上微博带话题初入职场金融季发博讨论，有机会获得节目嘉宾专属回应，独家中文百科合作平台。上百度搜索初入职场金融季，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